男人惊恐地发现，他已经在火星上度过了惊心动魄的108天。为了将自己还活着的消息传回地球，他拼尽全力搜寻，终于找到了1997年遗弃在火星的探路者号。如今10几年的时间过去，他也不确定探路者号还能不能运行。但为了回到地球，男人并没有放弃任何幸存的机会。他给探路者号接上电源，成功地激活了尘封10几年的机器，并将信号接收器对准距离他最近的太空站。很快，在地球航天中心的工作人员就接到探路者被启动的提示，在地球的他们可以直接同步火星上的探路者号。与此同时，火星上的马克也看到探路者号自动运行起来。然而，这旧时代的设备，在这6500万公里的距离里，他们互相传送一条信息就需要30分钟。但这也让马克知道他已经和地球的航空局联系上。于是他立即回到基地里找到几块白板，用笔在上面写出几个简单的单词，然后用锤子将白板固定到摄像头前。半个小时过后，地球航空局成功接收到火星上传回的画面。这个结果让他们兴奋不已。虽然他们只能通过旋转摄像头向马克传达信息，但至少他们之间建立起了联系。为了解决让他们可以更有效地互相传达信息，马克想到了用16进制的方式。他围绕着探路者号画了一个圆圈，紧接着每隔一定的距离放一个牌子，每个牌子都代表着一个字母。而在航天局里也进行同样的步骤，这样他们就可以转动摄像头对准相对应的字母。马克再将其给记录下来，通过简单的破译便能获取对他发来的消息。可这消耗大量的时间，也才让他们互相交流了一句。但很快，航天局的智囊团就想到了一个办法，他们利用几天的时间教马克篡改探路者的代码，将探路者号的通信连接到探测车上，这样航天局就可以无障碍地通过探测车跟马克进行交流。而这跨越星球的交流也引来了航天局所有的工作人员前来围观。马克的种种表现也让他们感到震撼，但他们不得不告诉马克，他必须要独自在火星上生活4年，4年的时间才能让他们重新开展战神4的航天任务，他也才能回到地球。好在马克目前储存了充足的土豆，靠土豆带来的营养，他可以勉强支撑1年。等航天局造好火箭给他送来物资，便可熬过4年。但事态并没有往他们想的方向发展。当晚，马克来到实验室后，施压通道突然出现故障，实验室不知何时破损，导致里外压力不同，最后实验室发生了剧烈的爆炸。等到爆炸结束之后，马克人倒是没什么事，但是宇航服的面罩却碎了。之前马克第一次遇险的时候提到过，如果暴露在火星的低压环境下，没有人能挺过1分钟。马克当然也知道，所以在发现面罩破损后，他第一时间就拿出了胶带，将破损的地方给粘了起来。之后他又跑到土豆大棚，直接暴露在低压环境，再加上夜晚零下60-70度的低温，400株土豆无一例外全被冻死，这让马克的心情一落千丈。之后整个人更是陷入了绝望，他怎么也想不明白，自己已经够倒霉了，为什么连生的希望都要被剥夺？没多久，地球就得知了马克的遭遇。原本救援的时间就紧凑，这下无异于是在难上加难。除去被冻死的土豆，马克剩下的食物只够他坚持到第609个火星日。可地球的补给救援得在第868个火星日才能送到，中间相隔了200多天。文森特实在不敢相信，马克该怎么坚持到那时候，或者还能不能坚持到那时候。泰迪局长一时也没了办法，只能将压力给到喷气推进实验室，要求他们在47天内制造并组装好飞行器。听到这个消息，负责人布鲁斯的头都大了。与此同时的火星上，马克在和赫尔墨斯号的队友们聊过后，也慢慢将坏心情给甩掉。毕竟不管发生了什么，生活都得要继续下去。他回到土豆大棚，挖出了土壤里还保存完好的土豆，毕竟都是自己的劳动成果。之后，马克又找来塑料布，开始修补被炸开的居住舱。幸运的是，居住舱的气闸舱不止一个，保证了马克接下来还能睡个好觉，不至于蜷缩在探测车里。时间就这样来到了第154个火星日。因为失去了土豆大棚，所以马克的生活水平直线下降，吃东西不敢大口嚼了。而同时，地球这边在实验室卖命的加班工作下，用来运送补给的飞行器也迎来了最后的组装环节。担心马克弹尽粮绝坚持不住，泰迪局长又下令实验室将13天的组装时间缩减到2天，甚至还省去了检查的环节。所有人都知道这样做实在太过冒险，但他们也没有别的办法。很快就到了火箭发射的日子，航天局全体上下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因为发射的成功与否直接决定了马克的生命。随着火箭成功发射，目前看起来一切正常，所有人都觉得这次稳了。可不出意外的话，就要出意外了。在发射之后没多久，火箭就开始出现大幅度的旋进，随着偏离的角度越来越大，这个只花费了几个月时间建造的火箭，还是没能躲过解体的结局。由于已经能和地球邮件往来，所以马克立马就得知了搭载补给品的火箭发射失败的消息。看着毫无生机的火星表面，想到毫无生还机会的自己，马克彻底被绝望裹挟。他给队长路易斯发去一封邮件，里面写着自己的遗言。Commander Lewis, I may need you to do something for me. If I die, I need you to check in on my parents. I want to hear all about our time here on Mars. I know that sucks, and it'll be hard talking to a couple about their dead son. It's a lot to ask, which is why I'm asking you. I'm not giving up. We just need to prepare for every outcome. Please tell them I love what I do.
马克不知道的是，关于他的救援行动早就引起了全球的关注。在看完美国航天局关于火箭发射失败的采访之后，中国航天局副局长朱涛说出了自己的看法。太阳神的助推器，我们的工程师检查过数据，它的容量可以到达火星的轨道。虽然一旦伸出援手，自己的太阳神计划就会白费，但从更大的层面考虑，中国航天局局长觉得很值，于是便给泰迪局长打去了电话。就这样，在中国的帮助下，美国航天局又展开了第二次营救马克的计划。考虑到马克目前食物紧缺的情况，泰迪局长还是决定延续上一次的思路，先给马克送去补给的食物。谁知却遭到了一名黑哥的反对。黑哥名叫里奇，是喷气推进实验室的一名动力学家。自从实验室接到营救马克的任务后，他就一直在埋头研究，试图找到更高效的办法。为此，他用上了超级计算机，还熬了好几个通宵。要不是本身肤色就黑的，里奇的黑眼圈绝对很明显。不过好在这些都是值得的。在确定自己理论可行之后，里奇马不停蹄地找到了文森特几人，并向他们演示了自己的方案。而其中需要用到且起到关键性作用的，就是正在返回地球的赫尔墨斯号。里奇的计划是赫尔墨斯号在进入地球轨道后，不减速反而加速绕地球一圈，这样就能获得重力助推并调整航线。而在这一过程中，太阳神火箭则负责给赫尔墨斯号提供所需的补给和推进器。而在接到补给和推进器之后，赫尔墨斯号就加速驶向火星。马克需要做的就是抵达阿瑞斯4任务的地点，然后乘坐上升飞行器赶到进火星轨道等待救援。里奇方案的优势在于时间更短，缺点就是需要赫尔墨斯号上的5名宇航员再加班533天。按照现在的行驶速度，他们只需要再过1个月就能成功返回地球。还有一个方面就是安全问题，即使采用了里奇的办法，让赫尔墨斯号去接马克，但前后也需要500多天的时间，期间会发生什么没人知道，燃料能不能支撑到返回地球也是需要考量的问题。所以问题的关键又绕到了到底是让马克一个人冒已知的生命危险，还是让赫尔墨斯号上的5人去冒还没有发生的危险，这是一个很难抉择的问题。亨德森觉得应该把选择权交给赫尔墨斯号上的5人，由他们来决定要不要返程去救马克，但是泰迪觉得不行。作为航天局的局长，他习惯了从大层面考虑事情，所以马克一个人和赫尔墨斯号上的5人，他更加倾向于后者。而这一相对保守的选择，也让他再次和亨德森不欢而散。地球上为了马克争论不休，而经历了多次打击的当事人，却似乎已经看开了，想到自己闲着也是闲着，马克索性将之前没完成的阿瑞斯3号的任务给做了。都说工作会摧残人，没想到在连续干了几天后，马克不仅没有阴谋，反而整个人还乐观了起来。而另一边，在和泰迪不欢而散后，亨德森还是决定坚持自己的看法，将要不要营救马克的选择权交到赫尔墨斯号5人的手上。为了防止被泰迪发现，他将自己想要表达的意思伪装成了附件，混进了其中一位宇航员的家书中。电脑高手约翰森一眼就看出这个附件是伪装的文本代码，将其破译之后，其中的内容正是里奇提出的计划，所有细节都清清楚楚。得知这个消息后，路易斯叫来了队员们，决定采取民主的办法举手表决。If we do this, it'll be over 900 days of space. It's more than enough space for one life, so yes. I vote yes. Let's go get him. Johansson? Yes. 5人说干就干，很快就在路易斯的安排下领取到了各自的任务。按照里奇制定的方案，赫尔墨斯号需要在进入地球轨道的时候加速绕地球一圈，所以在抵达之前，路易斯等人并没有打草惊蛇。航天局的人对此全然不知，还在满心欢喜地准备降落仪式。等到发现不对的时候，已经晚了。Got an unscheduled status update from Hermes. Roger, read it out. Message reads, Houston, please be advised. Rich Parnell is a steely-eyed missile man. Flight guidance. Hermes is off course. Capcom advised Hermes that drifting guidance. Get a correction ready. Negative flight. It's not drift. They've adjusted course. What the hell? 这件事很快就被上报。泰迪局长当然知道谁是这起计划的幕后黑手，但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他只能按照里奇的方案部署接下来的营救行动。可这种被胁迫的感觉，还是让泰迪局长很不好受。于是他找到亨德森，开门见山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When this is over, I'll expect your resignation. Winston, bring our astronauts home. 既然赫尔墨斯号已经在路上了，到火星这边的马克也要提前做好撤离的准备。每次阿瑞斯任务制定好之后，都会提前3年把上升飞行器投放到任务进行点。也就是说，阿瑞斯4的任务虽然还没开始，但它的上升飞行器已经到位了，就在距离马克3200公里远的夏帕雷利环形山。马克需要做的就是把所有可以维持生命的东西装到外面的探测车上，然后再行驶3200公里赶到夏帕雷利环形山，乘坐上升飞行器前往火星进轨道，与赫尔墨斯号会合。留给马克的准备时间有200多天，他需要在此期间完成对探测车的改装、物资的准备和意外情况的自救。如果是在之前，马克可能早就放弃了，但现在他已经和地球建立了联系，全球都在关注这件事。顶尖专家的帮助让马克的准备工作事倍功半。另一边，赫尔墨斯号和运送补给的太阳神号对接极其顺利，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等。时间转眼来到了第461个火星日，马克完成了所有的准备工作，即将关闭居住舱系统，开始为期50天的火星旅程。想到之后自己的吃喝拉撒都要在探测车里度过，马克在启程之前好好给自己洗了个热水澡。一切准备就绪之后，马克开着改装后的探测车出发了。因为白天需要用太阳能板给探测车充电，所以马克都是晚上赶路。好在火星上
上没有交警，不然高低要被吊销驾照。言归正传，相比于马克的顺利启程，地球这边显得有些一波三折。实验室的负责人布鲁斯发现了一个之前没有考虑到的问题。原本按照阿瑞斯3任务的计划，赫尔墨斯号并不会进入火星近地轨道，所以准备的燃料也是基于这一考量。这就导致即使到达火星后，赫尔墨斯号也只能在外围对接，这样才能保证之后有足够的燃料返回地球。接下来就是问题关键所在。Hermes, well, it can't enter Mars's orbit. So in order for Mark to escape Mars's gravity entirely to intercept Hermes, He has to be going fast, exactly. which means we need to make the map lighter. A lot lighter, 5,000 kilograms lighter. 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拆飞行器是减重的最佳选择。可听完布鲁斯的介绍，饶是有几十年飞行经验的亨德森也被他的想法吓了一跳。由于可以由赫尔墨斯号远程控制，所以马克不需要用到操作面板以及2级和3级通信系统，完全可以拆掉减轻重量。原本6个人的宇航服和装备也只需要保留马克1个人的，这一拆除可以减轻500公斤，生命支持系统也用不到。马克只需要在整个过程中穿着舱外的宇航服就行了。这些文森特还能接受，但接下来布鲁斯的话让他都开始怀疑这次行动到底是为了营救马克，还是为了将他变成太空垃圾。 We need to remove the nose airlock, the windows, and whole panel 19. You want to take the front of the ship off? Sure. The nose airlock alone is 400 kilograms. You want to send a man into space without the front of his ship? No. We're going to have him cover it with half canvas. 文森特怎么也没想到，说好的减重减着减着，就把一个飞行器弄成敞篷了。布鲁斯的一番话完全超出了他的认知，而同样被这一方案整无语的，还有我们的主人公马克。听到自己要坐敞篷飞船上太空，气得他当即给航天局回了一句话 You think he means it like, are you kidding me? 也是邮件没有开发语音和视频功能，否则此刻文森特就知道马克到底骂的有多脏。不过马克这个人有个优点，那就是生气归生气，爱听的话他也会听，毕竟他已经出发上路了，倒回去一切都将白费，还不如搏一搏单车变摩托。第538个火星日，马克成功抵达了夏帕雷利化环形山。阿瑞斯4号任务的上升飞行器也早已经等待多时了。短暂的休整过后，马克就开始了减重计划。他按照之前布鲁斯的方案，将能拆的都拆了一遍，然后再用帆布将顶部给盖上。之后又过了20几天，赫尔墨斯号成功抵达进火星轨道。队长露伊斯在吃饭的时候又给大家复述了一遍营救方案。贝克和沃格尔负责在飞行器发射之前赶到2号气密舱打开舱门，马丁内斯则负责控制马克的飞行器，约翰森控制升空过程。因为机会只有一次，所以在部署完任务之后，露易斯又强调各位队员一定要小心小心再小心，务必要将马克安全带回家。在飞行器发射之前，马克的心情有些复杂，即将回家的欣喜夹杂着恐惧，让他整个人有些恍惚。从来到火星到即将离开，马克在这里待了500多天，靠着土豆挺过了最难的时候，靠着探险车抵达了回家的希望。所以在离开的时候，马克还是有些不舍的，要不是条件不允许，他正想将探险车给带回去。与此同时的地球上，关于营救马克的计划也在紧锣密鼓的报道着。马克给自己整理了一下仪容仪表，然后就安静地坐上了驾驶室，直到广播里露易斯的声音传来，他才意识到自己不是在做梦。Mission Control, this is Hermes Actual. We will proceed on schedule. We have T-minus 2 minutes, 10 seconds to launch. By the mark. About 2 minutes, what? Hey, how you doing down there? I'm good. I'm anxious to get up to you. Thanks for coming back for me. 随着10个数的倒计时结束，马克乘坐的上升飞行器成功发射，欣喜夹杂着担忧，让所有关注这件事的人都屏气凝神，表情严肃。因为飞行器成功发射只是营救计划中最简单的一步。随着飞行速度越来越快，马克在重力的影响下不受控制地陷入了昏迷。用来覆盖飞行器顶部的帆布也在发射后不久不翼而飞。而意外还不止这些。根据目前飞行器的速度计算，等到燃料耗尽之后，双方还有68公里的距离。唯一的办法就是赫尔墨斯号启动火箭助推器加速，这样就能降低飞行高度，靠近马克。可这样一来，双方的相对速度将会达到超预期的每秒42米，这对接应马克的人来说简直就是不可能的任务。就在这时，马克从昏迷中苏醒了过来。他先联系了赫尔墨斯号，得知了目前营救遇到的困难，过去的种种打击已经让他锻炼出了强大的心脏。于是，在思索过后，他提出了自己的主意。Well, I could find something sharp in here and poke a hole in the glove of my EVA suit. I could use the escaping air as a thruster and fly it towards you. It would be easy to control because it'd be on my arm. 没想到露易斯听完后果断拒绝了马克这个提议，因为他想到了更好的办法，那就是让化学家沃格尔造个炸弹，引爆赫尔墨斯号的气闸舱，然后利用排出的气压获得减速推力，这样一来就有很大的希望将对接的速度降到正常值。航天局听完了露易斯的办法，虽然觉得有些冒险，但事已至此也别无他法。接到命令后的沃格尔来到厨房，用白糖混合其他原料，轻松就造出了炸弹。别看过程虽然简单，威力却是这样十分的厉害。一切准备就绪之后，炸弹成功被引爆，炸开了2号气闸舱的外侧门，也将赫尔墨斯号和马克的相对速度降到了每秒12米。不过就算是这样，
计算出的结果还是超预期。队长路易斯听后毫不犹豫，换上宇航服就来到了2号气闸舱。随后在贝克的帮助下，路易斯坐上了一端固定在舱门上的太空椅，漂浮在了赫尔墨斯号外，准备接应即将抵达的马克。见队友们为了救自己冒了这么大的风险，马克内心十分的感激。随着距离越来越近，马克发现已经能看到了赫尔墨斯号，于是瞅准时机戳穿了手套。在一番天旋地转之后，马克很快就控制了方向，然后从飞行器顶部冲出，向着路易斯的方向靠近。Distance to target 11 meters to target. 6 meters. Hold on, Mark. I got him. I got him. Way to go, Iron Man. 随后，在贝克的帮助下，缠在一起的马克和露丝丝被安全地拉进了赫尔墨斯号。而地球上等待多时的航天局全员也从广播中听到了这段时间以来最好的一个消息，所有人都在为这次任务完成发出源自内心的高兴和感动。在穿过舱门取下面罩之后，马克和队友们拥抱在了一起。这场历时2年的营救计划也在这一刻画上了完美句号。接下来只需要再等待几百天，他们就能安全返回地球。